今天要说美、丑这对反义词，赞美的时候经常要用到美这个字，但是不一定夸别人的长相啊，还有其他的词用在其他的场景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好看的，好看的，街上有很多美容店、美发店、美甲店，美容店、美发店、美甲店。这里的风景真美啊！这里的风景真美啊！第二个用法，让人满意的。这里有苗家自酿的美酒，这里有苗家自酿的美酒。物美价廉，物美价廉，这个成语是说价格低，东西好，让人满意。物美价廉。比如你遇到好久不见的朋友，你看到他状态不错，就可以说：哎，你最近日子过得挺美啊！你最近日子过得挺美啊！美好的事物也可以用美字，是让人满意的意思。比如美不胜收，成人之美。美不胜收这个成语是说美好的东西很多很多，一时看不过来。秋天的景色美不胜收，秋天的景色美不胜收。成人之美是说成全了别人的好事儿。比如朋友喜欢我的东西，我就看他很喜欢，就说送给你吧，成人之美。送给你吧，成人之美。第三个，得意，得意，夸你两句你就美得不得了，夸你两句你就美得不得了。他谈恋爱了，美滋滋的，美滋滋的。第四个用法，美国、美洲、美元，还有美籍华人。我们在网上会把美国写成漂亮国，没有恶意，只是换个词来说，不容易被算作违禁词。在中国呀，有互联网的部分封锁，有些网站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访问，我觉得算是互相保护吧，一定程度的舆论控制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。好，接下来说5个生活里面常用的成语：美中不足，良辰美景，尽善尽美，两全其美，完美无缺。美中不足虽然很好，但还有令人感到遗憾或不满意的地方。比如这家餐厅的菜品口味独特，服务周到，环境也很优雅。美中不足的是停车位稍显紧张。美中不足的是停车位稍显紧张。这次的演讲很精彩，美中不足的是他说错了一组数据。美中不足的是他说错了一组数据。确实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呀，总是说美中不足的，美中不足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。美中不足。良辰美景，美好的时光和景物，比如跟人约会要道别了，就可以说今天真是良辰美景，和你相处我很开心。这个呢就是比较正式的道别了，今天真是良辰美景，和你相处我很开心。或者你们去公园看到有很多漂亮的花，你也可以说良辰美景，有佳人相伴，好幸福呀。有佳人相伴的就是良辰美景。如果你不太喜欢文绉绉的，也可以说大白话，用词不同而已，可以表达感受和心情就已经很足够啦。尽善尽美，尽善尽美意思就是极其完善，极其美好。公司在研发新产品，总是坚持尽善尽美的原则，总是坚持尽善尽美的原则。做设计总是尽善尽美可不太行呀，要注意时间。尽善尽美可不太行呀，要注意时间。下面这个成语两全其美，两全其美呢是说做一件事情要顾及2方面，使双方都能得到好处。比如要同时带父母和女朋友去旅行吗？那很难有两全其美的计划呀，很难有两全其美的计划。他的产品设计解决了公司的债务问题，又给员工带来一些福利，真是两全其美，真是两全其美。很难两全其美，真是两全其美。你可以记住这2个固定的搭配，一个是否定，一个是肯定。下面一个词，完美无缺。完美无缺是说完善美好，没有缺点。哪儿有完美无缺的男朋友啊？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吧。这次的晚会每个细节都设计的完美无缺，每个细节都设计的完美无缺。
美字说完了，我们说丑。丑一般不要说别人长相丑，比如说他娶了个丑媳妇儿，他嫁了个丑老公，这样描述别人不太礼貌。也可能电影或小说里面会这样描述：丑媳妇儿、丑老公。第二个用法是说让人厌恶的、瞧不起的、不光彩的事情，比如丑态、丑闻、家丑、出丑。这几个词呀，在生活里面很常用。那个小丑在舞台上故意做出各种丑态来逗乐观众，那个小丑在舞台上故意做出各种丑态来逗乐观众。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形象，吧唧嘴可是丑态哦，吧唧嘴可是丑态。叫你别喝酒，不信啊？昨天他们还给你拍视频了，你看看自己的丑态吧，看看自己的丑态。丑闻一般和隐私有关，不光彩的事情。大明星的丑闻频发，大家对娱乐圈的道德底线产生了质疑。丑闻频发，公司里能有什么丑闻呀？茶水间听听八卦就知道了。公司里能有什么丑闻呀？少去打听高层的丑闻，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。少去打听高层的丑闻。家丑，家丑呢，就是家里发生的不光彩的事情。家族聚会上还是会保持表面和谐的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个道理大家心知肚明。她老公说你在家打我骂我都没事儿，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可得给我留点面子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家丑不可外扬，在家里被老婆欺负就算是家丑，婚姻生活里如果有一方出轨也算是家丑。家丑不可外扬。出丑，出丑就是露出丑相，丢人了。他在公开演讲的时候紧张的忘词了，结果出丑。紧张的忘词了，结果出丑。那次表演准备的时间不够多，我出丑了。准备的时间不够多，我出丑了。好，今天有关美和丑的词就是这些啦。美容店、美发店、美甲店。人美、笑容美、风景美。美不胜收，成人之美。被夸了心里美，还有美滋滋，感觉美滋滋的。美国、美洲、美元、美籍华人。还有这几个成语：美中不足，良辰美景；尽善尽美，两全其美，完美无缺。长相丑，丑老公、丑媳妇儿。丑态、丑闻、家丑、出丑。下期我们说善恶，拜拜。